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魔法总动员》。这是一期速通的视频，速通的玩家是评级专家。这款游戏我小的时候玩，通关要半个小时左右，但是评级专家这次速通的成绩是13分24秒，我觉得他简直是太狠了呀！这款游戏是1990年出品的，到现在也30多年了。游戏的长度是5关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对这款游戏有印象，当年的一些8合1或者是4合1，经常能够见到。游戏的名字既然叫做《魔法总动员》，卖点就是各种魔法，一共有10几种，包括冰火雷电、回复，甚至是控制时间。但是如果你玩了这款游戏，你就会发现这些魔法的应用效果并不好。这就是游戏的系统做得非常优秀，但是游戏的关卡设计上并没有把这些优秀的要素完全的利用起来。比如说咱们如果有冰魔法的话，咱们可以冰冻一些水面能够通过，有火魔法的话可以融化一些冰块，时间暂停能够把敌人定在空中，然后踩着它跳到更高的平台，拾取隐藏道具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关卡的设计思路。但是非常可惜，咱们在这款游戏当中一个也见不到，感觉整个游戏就是平铺直叙，中规中矩的一款动作游戏。主人公现在这个形态跳跃起来是无敌的，但仅限于你团身跳的期间，对赶路的帮助是非常大的，比较适合速通。这里是第一关的 BOSS 战，这个 BOSS 叫做玉米人，也能看出来他身上在向外发射爆米花。玉米人发射爆米花，听起来就合理啊。BOSS 再来一个可乐人，咱们就可以看电影了呀。这招有一点伤敌3000自损1万的意思。我感觉玉米人都不用打，你让他自己在那儿自爆一会儿，他就剩一根棍儿了。我不能和玉米人打架呀，因为我已经饱了。咱们的主人公叫做杰克，他在西比利亚门下学习魔法。第2关的一开场能够看到怪物绑架走了一个女孩，这个女孩就是杰克的女朋友，叫做艾丽森。绑架她的怪兽来自于地下的黑暗世界。绑架艾丽森的目的是为了逼出艾丽森的父亲。艾丽森的父亲是一个科学家，地底世界的人想要获得艾丽森父亲的科研成果，击败地表的人类，占领地球。但是他们在绑架艾丽森之前，明显是没有做背调。一般来说，被绑架的女孩的男朋友都是坏蛋惹不起的角色。大家想一下，马里奥、林克、比利和杰米，一旦你绑走了他的女朋友，他直接推到你老家呀。可能很多小伙伴没有见过我自己打这些速通的视频，
我的游戏理念是和速通不符的。我录制视频呢，一般都是流畅一点，比较完整的给大家展示整个游戏的内容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。第2关的 BOSS 叫做独眼超人，严格来说，他并不是独眼。大家注意，他身体的中后部位还有一个眼睛，这个眼睛是长错了位置啊，还是这个物种就这样啊？我看不懂，但我大受震撼啊 ！BOSS 打完了，咱们接着聊速通。我自己不录制速通的视频，是因为水平不够。这个水平包括2个方面，第一就是强大的背板能力，第二就是执行力。咱们分开来说，首先就是背板。一款游戏，如果你想速通打得流畅，你首先需要对这款游戏非常的熟悉。整个游戏当中可能有成千上万个需要微操的点，包括你什么时候跳跃，什么时候蓄力，什么时候发射子弹，你跳跃之后的落点在哪儿，都需要非常精准。你不要说这么多需要记忆的地方了，我现在很多情况下手机放在哪儿都需要找半天。另外一点就是执行力了，这一点很多人是忽略的，但是我要说的是它非常的重要。不只是速通，你如果想比较流畅的把游戏通关的话，执行力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谓的执行力就是你在过关或者打 BOSS 的时候，你需要一定的战术，这个战术你具体能执行到什么程度，就取决于你的执行力。很多人玩游戏的时候，他知道打法，也知道什么情况下该使用什么武器，但是具体玩的时候，执行起来就会走样。这样的结果就是轻则损失了很多的血量，或者耽误了很多的时间；重则关卡过不去，无法通关。第3关的 BOSS 看起来是一只安康鱼，俗称灯笼鱼。评级专家占了一个位置，这个位置都不需要是无敌位，因为输出太高了。第4关已经来到了地底世界，继续利用无敌的团身跳赶路。这个动作还有这个判定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款游戏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联想到，就是魂斗罗力量。也可以通过武器道具的积攒和升级，获得无敌团身跳的能力，而且也是闪光的，和本作的效果也很像。不过魂斗罗力量的跳跃就更狠了，因为它可以利用暂停之后的 bug 无限跳跃。这个地方大家可以不看屏幕啊，因为实在是太闪了。血量还剩1滴血，所以评级专家打到这儿的时候就开始放魔法。火柱魔法的效果实在是有一点炫啊。其实对于红白机来说，这个效果还不是最夸张的。我小的时候屏幕闪光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游戏就是古巴战士。BOSS 爆炸的时候，而且那款游戏的 BOSS 还多，每次爆炸都要闪半天。游戏的卷轴在推进的时候，你能够感觉到，如果屏幕上的敌人多了，活动块多了，游戏会有一个拖慢的现象。
我估计使用模拟器超频的话，游戏会更流畅一些。我今天还看到有小伙伴私信我说，魂斗罗力量的超频是怎么设置的？这个就需要用到特别的模拟器 Mason， 里边有专门的超频的选项。第4关的 BOSS 骸骨人 ，BOSS 体型太高了，所以说只能在下面玩腿了。第5关，也就是游戏的最后一关了。这里能够看到地底世界的生物也不完全都是怪物，也是有一定的科技水平的。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要绑架艾莉森，获得艾莉森父亲的技术。大家想一下，30多年前就已经在游戏当中设计出了这种科技与魔法并存的世界。但非常可惜的是，本作没有续作了。所以我还是要吐槽它的关卡设计流程实在是太烂了，白白的浪费了这么好的系统。这款游戏的系统我可以给打90分，但是关卡流程的设计只能给30，所以综合来看，它是一个60分的游戏。有神作的潜质，但是没有达到那个高度，非常可惜呀。变身的形态打 BOSS 非常方便，有攻击过来就可以团身跳。有一点我忘了跟大家说明了，评级专家速通的成绩是13分24秒，但实际上我演示的它的游戏流程要短于这个时间，因为中间很多的版面定格的画面或者是黑屏我给剪掉了。这里是最终 BOSS 战了，这个 BOSS 叫做最终战士。2个形态，第一个形态把他的腿拆掉，他就坐轮椅了。这样的话通关。感谢评级专家带来的精彩表演，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